欢迎大家来到地球玩家魔法手册，我是疗愈师月月。在这里呢，我会陪伴大家升级你的意识，透过了解地球的游戏规则，还有整个宇宙的运行法则，这样就可以成为一位超级玩家跟 NPC。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呢，是之前有在上一个 podcast 聊过，但是这一次我想要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再重新跟大家解释脉轮是什么。因为当我在写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脉轮主题的时候，高龄也有跟我更新了很多有关于2026年他想要跟大家讲接下来我们人体的这个人类地图的运作模式其实会往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前进，然后也是我之前在上一个 podcast 频道没有讲过的内容，所以今天会有新的东西。不过呢，因为脉轮它其实是就算没有真的了解过脉轮，但是也大概听过脉轮是什么样的概念，所以我也想先问你，你身为那个第一个频道跟第二个频道的忠实听众你对脉轮的理解是什么？就是人体基本运作的那个哪个？那个能量。你上过我脉轮课吧？上过啊，而且你是我第一批学生耶。到现在应该也多久了呀？一年了，对不对？对呀，好像差不多耶。该忘的都忘完了。那我现在要来帮你复习复习。所以你现在还觉得脉轮很重要吗？但是怎么样？你那个怎么有点犹豫？但是就是不太会去使用它。好，可是你不使用它的原因是什么？它无法变成你的日常，还是你对它还不够认识？不知道耶，可能觉得没什么感受。要去感受到自己的脉轮这件事情是吗？对。在转啊什么的。为什么一定要感觉到脉轮在转？因为之前都在听人讲说小时候你就是会想到你的那个会有一个漩涡，对，然后会转，然后会看一下里面有红色的光啊，橘色的光这样。那你这个真的就是被那个奇妙幻象限制你的行动力的一个状态。对啊，没关系，我来跟大家讲一下脉轮是什么，因为毕竟地球玩家这个频道的听众也有一批是新的嘛。那简单来讲呢，脉轮它其实就叫做 chakra， 脉轮的英文名字跟大家所认识它的名字叫做 chakra， 但其实它本身是梵文的意思。chakra 的本质翻译也可以把它称作为正在转动的轮子对，所以我们才叫它脉轮。那这个轮子是什么样的概念？如果有灵视力的人，你就可以去知道说，脉轮它其实是一个圈圈，可是它的圈圈是有点像是龙卷风的那种圈圈的感觉。然后龙卷风不是有台风眼吗？对不对？台风眼的那个中心呢，你就可以从台风眼中心这样往下去穿过它的通道，然后摸到这个脉轮里面的讯息跟内容。这个就是我们在做能量工作者的时候在做的事情。就像我帮别人做脉轮疗愈的时候，也是把他的脉轮整个轮打开后进去把脏东西清掉，然后再把它关起来的一个概念。那为什么笑？怎么感觉你在捡垃圾的？是有一点像是在捡垃圾，因为脉轮它里面就是也是一个很大的讯息场。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去讲，脉轮呢，它就像是能量漩涡，然后它是人体能量场，人体的气场跟肉身之间的转接点。你们可以去想象，脉轮它就是在接收宇宙资讯的，宇宙能量的。除了宇宙能量之外，大自然的能量，这些花花草草的能量，人的情绪能量，全部都是一个气，对不对？可是这个气呢，它就像是一个高压电一样，它是一个庞大的讯息，你的人类无法理解的一个频率。那脉轮它就像是一个管子一样，透由一个很大的开口，然后接收这些气下去解压缩，让高压电可以透过不同的缆线、不同的分线，然后慢慢传输到你的全身上下。因为你的全身上下的能量接收器都对应着不同的功能，而它就会把你需要的资讯分类到你的功能上。OK， 你可以想象那个高压电缆的那种概念，就很像是为什么我们这些房子有电，你看电是看不见的哟，对吗？可是电是怎么下来的？没错，就是靠电线。那它接收什么电？因为我们的空气中都会有很多电子一直在发生啊，包括我们人也是电子组成的很大的磁场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无时无刻宇宙能量都有很多的电在发生，而我们的电就是这样来的呀。它就是透过高压电场去处理这些电，聚集吸收，透由
没错没错，然后透由不同的缆线，然后再输送到家家户户需要用电的一个集中站，能够理解这个意思？可以。我们要使用宇宙的东西，大自然的产物，它必须得要层层的分类，而脉轮就是帮助你这个肉体跟宇宙能量接通的一个分类器。那脉轮它其实有分不同的轮，至少在肉体身上的脉轮总共有7个，从海底轮一路往上，脐轮、太阳轮、心轮、喉轮、眉心轮，然后再到我们的顶轮，这个是在我们肉身上的。可是在这个肉身以外，还有更多不同的脉轮，那它就是不同的能量中心去分类，对应到我们需要接收到不同的资讯。但是呢，我先来讲讲肉身的脉轮，因为这就是我们最需要了解到的。其他的东西之后我的课程上面会讲，但是我先讲一个最简单的概念是这个样子。那为什么我们要认识脉轮？你有想过这件事吗？没有。认识脉轮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好处？更认识自己吗？对啊，更认识自己有什么好处？具体的，我好像就是不知道有什么好处，所以我就懒得做。所以你就想说算了，是不是？其实了解脉轮有极大的好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聊到中医了，对吧？我自己之前有讲过，你知道在中医的经络系统跟脉轮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说你长期在吃的中医是在吃什么的？睡眠的吃睡眠。那你有想过睡眠是哪个脉轮能量中心在掌管的吗？没有特别想，是眉心轮吗？对吗？眉心轮跟顶轮，没错。如果你能够透过了解你的脉轮，知道你哪一个能量中心出问题了，自然而然透过相对应的方式去疗愈它，你也许就不需要吃中医的药，而你的睡眠品质就会跟着提升。因为他们是一模一样的概念，只是用不同的维度去拆解而已。好，这个时候你就可能会问说，那吃中药就好了呀？为什么要去了解脉轮呢？对啊，对吧？我交给一个医生处理就好了，为什么我要自己了解？因为其实自己了解的话，你就可以知道情绪跟我们的身体状况是有正相关的。对吧？所以了解脉轮其实就是在了解你出了什么样子的身体不适，其实是因为你的心理上面的状态如何。OK， 当你能够了解你的心理状态，你才可以从根源去根治，而不是透过药物去压抑这一个病情。你说，所以药物是算压抑哦？是啊。你看它不是解决问题很好，这个就是一个大家很大的在生理上面的迷思。你看很多人都会说，好，我今天得了个肝癌，我得了个乳癌，然后或者是我今天感冒生病了，那第一个想法一定是我找医生，因为医生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医生解决的是已经发生的问题，可是他没有办法帮你解决这件事情不再发生，对吧？也就是说你今天出车祸，你要如何在出门的时候就不出车祸？你觉得医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没办法你就去挂个号，然后医生说请问你有什么样子的病症吗？我说我没有病症，但是我想问你我要怎么不病？医生会说不好意思，这不是我的工作，因为他在做的不是预防医疗。好，那预防医疗是谁的工作？自己。对，预防医疗在做的事情就很像是说，好，我今天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出车祸，那我要怎么医疗它？我要怎么预防这件事情？这就是脉轮可以解决的问题。很酷吧？出车祸它不是物理上的事件吗？对啊。可是为什么脉轮可以解决？因为原因在能量层。一个会出车祸的人，你觉得他的能量层累积了什么？所以导致他需要透过出车祸这个显化来告诉他一些东西呢？不知道不知道对不对？多吗？这就是一个最有趣的地方。好，举例来讲，出车祸大部分会伤的部位不同嘛。好，大部分骨头、下半身，对吗？脚擦伤、机车压到脚，然后或者什么，当然也有头部受伤的，所以这个就可以一一拆解。我们先假设举例哈，你今天出车祸，你是因为脚白卡，脚是谁在管的能量中心？海底轮啊。没错，因为你的海底轮出了问题，可是你没有去意会到你的海底轮一直有一些小讯息在告诉你，所以导致它需要一个大的讯息来告诉你说，其实你应该好好照顾自己了。那海底轮通常会出状况的人，大部分都跟金钱议题、安全感议题、亲情的议题跟人际关系的议题有关系，也就是生存。所以当你承载着生存压力的情况的时候，你的海底轮其实是非常非常不稳定的。我当然会跟大家讲科学原理为什么不稳定。所以当你的海底轮不稳定的时候，它就会显化这个不稳定在你的生活当中，所以它就会让你物理性的生病。那透过物理性的生病，它就会让你的生活停下来，停下来你才会开始往内去觉察你的内在状态。比如说你没办法走路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去思考，天哪，有脚真好，然后会开始反思人生，反思生命，
然后反思很多人生大道理。唯有在人们感觉到疼痛跟具体物理化不舒服的时候，很多人才会开始往内去觉察。而那个往内觉察就是脉轮的功能，就是要让你去看到。所以要怎么预防这件事情？一个海底轮稳的人，他其实不会出车祸在脚上面。真的吗？真的。但也不会随便摔倒什么的。所以随便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谈论到宇宙真的有巧合吗？没有，所有你发生的事情都代表着强大的讯息跟能量场在告诉你。所以你只要是受伤，你都可以去觉察。对啊，所以我的脉轮课就是在教这个。你哪怕是指甲断掉了那头发掉了嘞？也有。真的吗？真的人体很有趣的真的。你左边右边受伤的原因又不一样所以透过了解自己，你就会发现生活中处处都是讯息，而都不是巧合。你不需要问你的高龄说高龄怎样怎样怎样，你直接透过你的日常生活中去看见，你其实就知道原来有一些东西需要你去更深入的明白了。这就是觉醒好玩的地方。觉醒是什么？你开始会把物理化的东西开始也会学习用能量层同步解读的时候。所以像我前面不是跟你讲说我前阵子肠胃炎嘛，我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说我肠胃炎的原因是什么。压力太大。没错。然后跟我思绪太多，我太想做太多事了，所以我一直在烧我的太阳轮。然后我的太阳轮它又必须要更新上我的状态，它又要大量的排毒，所以我可以知道透油好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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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马上去看医生之外，下一步是你要怎么停止这个疼痛，永远都是往内在觉察，它才会停止。这个跟我们的经络系统是有关联的哟。好，我来讲讲具体的举例好了，这样你会更理解。好，脉轮跟中医的关联是有很多大量的实验的。那这个实验其实有什么？之前呢，美国有一个研究者，他就是用电气生理仪器去证实了，当人们在特定的脉轮冥想的时候，对应的经络穴位就会出现明显的电压变动。好，什么样的意思？在中医里面呢，我们其实是不是有很多的神经系统都在交叉？我们人体学上面，神经系统很多交叉。有趣的事情是，我们神经系统交叉最密集的地方，就是我们在3000年前佛陀经第一次在讲脉轮的时候说的人类的能量中心的对应位置是一模一样的。大家知道脉轮它其实已经流传3000多年了，跟心经是一样老的哟。它是在佛陀经上面所记录的。然后后来后人他们就发现到说，为什么脉轮对应的位置跟我们经络学跟我们很多的人体神经科学都是有高度重叠的地方。然后他们就发现，举例来讲，心轮的这个能量中心，它对应着中医里面的膻中穴。那膻中穴呢，它其实就是气会的一个地方，所以它主治胸闷心悸跟乳腺的问题。 OK， 在脉轮里面，心轮在讲的东西其实对应着爱跟原谅的议题，爱与原谅的议题。所以生理上它其实就是对应心脏病、肺部跟免疫系统失调的问题。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一个人他长期心碎，就是感觉到心悸胸闷，然后或者是你看当一个人失恋的时候，或是被背叛的时候，或者是说有事情不如意的时候，他是不是就会瞬间心很揪，然后整个闷住，对不对？这其实就对应着中医的，每当你开始胸闷的时候，它对应上的膻中穴，它就会极度的压痛，所以长期下来就会胸口胸闷，然后诱发心血管疾病。可是你会发现，那为什么我会有这种胸闷的感觉？它都不是突然的，是情绪诱发的，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你今天出个车祸骨个折，它其实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回到最源头，是某一个情绪去诱发它的失衡，所以都还是以情绪影响到你整个身体没错，因为人类就是情绪最大的容器。所以每一个脉轮它就是对应着不同的情绪中心。所以你可以透由我刚刚分享的，我的肠胃不舒服，我肠胃不舒服是因为我这真的很常出现一个情绪叫做焦虑。OK， 那焦虑它其实对应在我们的中医跟人类的整个神经系统里面，它其实就是我的太阳神经丛的这个神经丛它在紧绷，对吧？
那这个紧绷过后呢，它就会产生整个肠胃腹部的很多问题，因为这个它就是掌管这里的腺体啊。所以自然而然它就会开始有点过度使用，过度消耗之后，它就会诱发所谓我们能理解的肠胃炎。所以人体它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到了解脉轮好处就是你可以成为你自己的身心检测自动扫描器啊。所以当你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马上的对应到说，原来我内在有这些情绪在诱发，那我知道是这些情绪在诱发之后，我们就可以在网上找到它的源头，也就是说那是什么样的事件让我感觉到这样子的情绪正在被发生呢？那我们就可以去解决那个事件。那自然而然你除了吃药它治根不治本，可是它至少可以治你的根，治完根是让你不要再诱发，让你在诱发的时候是舒服一点的，可它本身发炎状态还在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治本了，这个发炎的源头我们要好好的去看见它，观看它，陪伴它。 OK， 所以呢你就可以去想，包括听众都可以想想看，现在此刻你觉得你的全身上下有哪一些不舒服跟疼痛呢？背。OK， 那你知道背是谁管的吗？不知道。看你是上背还是下背？上背啊。心轮啊。又是心轮。又是。为什么又是？就觉得有什么，因为这都是差不多在这一块，包括前面也是。对啊，那我们就可以去对应是什么样的情绪。为什么？而且是左边，那左边是阴性的力量呀。是阴性的。左边是阴性的力量。对，你就可以去觉察，很棒，这个方向是对的。你觉得你最近有遇到什么样的事吗？也许不一定是最近哦，也许是长期下来。长期的。比如说阴性能量的议题，像你就可以去感受看看说，然后我马上连接到，就是你内在是你会不把自己的柔展现出来。那为什么会压抑着他？身边的人需要你阳刚，那他当然会很不舒服啊，对吧？是吧？他在跟你求救啊。那解法是我要怎么展现啊？可是你已经习惯这样子啦。那他可以从哪里练习？应该可以从感情里面练习。可以，没错，人际关系感情里面去练习啊。因为就很怕被讲自己太那个太娘。所以难怪你的那个左半边一直在跟你求救。身边的人当然有一部分的人会这样子认为，所以你才会想要去压抑嘛。可是你现在是否在那个环境里面呢？你是否可以先从在一个认同你的环境地方的时候，好好的展现自己的阴性力量？这个就是你第一步可以做的，对吧？我之前前阵子就有看到一个 reels 很可爱，就是那个 gay 来装直男。那个很好笑。对，就是跟一个女生嘛。对gay 他本质他也可以变成一个很阳刚的样子，他其实最自在的方式就是很阴柔的状态，所以你是可以切换的。你不一定要说我一定要全然的展现自己的娘或者自己的阴柔，可是你可以先练习看看，可以允许切换的时候允许自己去切换这件事。对吧？它是一步一步的练习。那当你找到源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整个心轮无论是前胸还是后背，它都会有很棒的释放。所以你看，认识自己就有这个好处啊。真的耶。当你了解脉轮了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原来这些疼痛的源头是什么，而不是像昨天我们家想他就一直在拉筋。我就说好酸好酸。我就说你在我看他剪片，然后剪大概没剪几秒就开始在拉筋。我就说你怎么了？他说背很痛。那当然我马上给他的建议是，那你可以多伸展啊，你可以运动啊，你可以干嘛，这都是一个可以帮你当下好一点舒服一点的方式。可是回到源头其实还是要找到这些根源。所以当你能够认知到说原来了解脉轮就是我们的情绪解药，然后也是能够帮助我们显化加速的一个核心的时候，它就会你的生命当中看待自己的方式就会完全不同。我刚刚有说显化加速，你知道为什么吗？当你的下三轮跟你的上三轮同时联动的时候，你的灵感就容易落实成现实。那其实这就是显化的关键。很多人都想说吸引力法则显化，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有时候显化并不是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我好像都是按照着教科书1、2、3、4、5步做了，可是月为什么还是没有显化？因为你的人是有很多的精密的系统发生的，你不是要解决思想而已，思想只是一部分，你要解决的是你1、2、3、4、5、6、7个脉轮的问题。当你7个脉轮都平衡的时候，其实你的显化才会真的加速。为什么嘞？平衡啦。怎么平衡？对啊，该怎么平衡？因为你的脉轮真的有办法就是完全达到平衡的那个吗？脉轮不会完全平衡，可是它会相对平衡，然后你也可以知道平衡的状态是什么，所以你需要的时候它是可以平衡的。简单来讲，就是一个数学很强的人，他并不会每一题都会答对，对不对？对啊。可是他有答对的功夫跟本事，对吧？他可能在当下会答错，可是他只要再捋一捋这个题目的过程，然后再重新试算几次，他其实再难的题目他都一定会算对。这个来自他的基础功，他对于数字的运作原理跟逻辑，对于数字的敏感度、排列组合，所以他对于数字这些东西难不倒他，可是一定会有很难的题目出现，没错。可是他知道，好，我现在错了，可能是因为我在理解这一组题目的思维模式 ABCD 有4种，他今天选的 A， 那我今天换个 B。可是能够要有这样子思维逻辑架构的人，是背后有很多很多基础功的人。所以了解自己的脉轮，认识自己的脉轮，他就能够养起你的基础功，在当你需要的时候，他就会平衡。先打稳基础。没错，就像是我啊，我也会生病啊，佛陀也会生病啊，不然他怎么死的呢？对吧？对吧？我先说他的原籍方式当然不是病痛，只是我举个例子，他不可能不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困扰病痛的人，不可能。可是他能够看得见自己的病痛，也知道解决办法是什么，所以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做加速我们身体上面的修复跟畅通。然后就包括我的肠胃也是，在我急性肠胃炎之后，急性1天隔天就好了，而且我在急性的状态也都没有让我的身体上很不舒服，因为我知道怎么样去控制我的能量，掌握我的身体等等的。而且会做灵气的人，其实真的灵气它本身就是也是一个很大的宇宙通道。我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为我自己的身体做灵气，基本上你的病痛很快就会好，甚至是当下的病痛也是。你不是有学灵气吗，宝贝啊？可是我都有时候是好，有时候是就没感觉。我在灵气 Podcast 其实有在讲说科学上灵气的原理，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手放在伤口上面的时候，它就开始修复我们的病痛。它其实你越懂原理，你就越相信这件事情。当你越相信这件事情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你就可以越好的去运用这股力量。你就不会觉得它是凭空出现的东西。不会，因为你看不到啊。对呀，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师徒制要1年。我是没跟你讲，我还在过年的时候把我的旧情灵气1年计划师徒制的课纲写完。这么久啊？对啊，为什么要1年？就是因为我知道要让你相信灵气这件事情，相信能量这件东西，它必须得要伴随着大量的实战跟背后的科学原理的。所以我的课程会讲很多科学原理，这是我很喜欢的地方。而这些科学原理都会加深你的信念。可是这个东西没办法在2天的课程就讲完，所以我的课程是1年的。但我是要重上一次了。就如果你想要扎实的去上的话，我当然很推荐你可以重上。对，我知道现在的工具有很多种嘛，所以不同的工具它其实在告诉你的面向都是很不一样，但是又在讲同一件事情的。你看脉轮是在了解你自己的身体，对。然后如果你学灵气，你不认识脉轮，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就你不知道要放在哪里。对，你不知道要放在哪里，然后这里是什么，你不知道你痛的地方是应该要在哪一个脉轮去修复这样子。对，甚至是除了了解脉轮之外，你还有一些人体器官的基础知识。如果你是一个拥有这样子的背景，知道我们的神经系统腺体是怎么运作的，你在执行脉轮的时候，灵气的时候，它又会更顺利，因为你了解的够深。你要崇尚健康教育课是不是？是啊，你知道吗？很有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对人体有大量的好奇心的，这跟我的星盘有关系。我是读商科出来的，可是我大量在我的生命旅途当中不断的去进修有关于人类的东西。然后后来我就有去北医修营养学的学分班而已，就我没有修完整个营养师的课，可是我就是想透过
预防医疗去了解为什么人体可以透过预防就可以不会生病。然后我又去修了健康管理的课，所以健康管理课它就是用科学医学的角度在跟你讲说你的身体要怎么样子去搭配什么样子的功能，然后从化学式然后到就化学跟化学之间的碰撞为什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对这个好有兴趣，然后在过程当中你就会开始去学习人体的解剖学。我学太多很好玩，这个真的你要当医生这个真的很好。我没有当医生，因为它又是完全不同深入的领域。可是自从我开始，我是先学会灵气才修这些课程的。然后我以前在学灵气的时候，我对于人的概念真的就是很卑鄙的那种程度，小画家等级的。所以我在看一个人的气场的时候，它真的就是一个框框然后这里在发亮，那里在发亮，这里在发亮。然后这里有一些混乱黑黑的东西，然后这里有一股气，我不知道能够解释什么。可是当我的知识库越来越深，然后我开始知道原来人体的结构长这样子的时候，我在看这个人的身体时，他跟过往不一样的经验是，你就变成 X 光。对，我看得见他的骨头在哪里，然后我可以知道他的肌肉可能旁边的粘连是什么。所以以前我看见那个灰灰的东西其实就是粘连，可是我可以更具象化的去投影，知道说好，所以这个粘连是粘在哪一个地方。我可以去把它稍微调整一下，然后肠胃下面的器官是什么，所以它们之间有一些缝隙，然后有些东西会藏在里面，我就可以去把它挖出来。所以当我了解的够多，认识的够多的时候，我在帮别人做疗愈的深度就变得更深了，我在帮自己做疗愈的深度也变得更深了。你就是一个断层扫描机。没错，它真的也会随着你的知识对于这个肉身的概念认识的深度，你能做的事情就更多。所以为什么不同的疗愈师都有不同的疗愈方式，不一定是要像我这样，只是我对于物质上的这个东西特别的有兴趣，所以我的 podcast 的风格也真的比较偏，我一定会带到科学心理学，然后也会带到具体上实际人体法人类正在进行的东西，这就是我擅长的部分，比较落地的。对，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很落地的教学学习方式的话，那你可能就很适合当我的学生。可是当我的学生会很辛苦，1年你就要当1年的学生。哇，然后这1年其实1年算短了，把灵气到大世界交给你1年算短了。真的哦？对啊，可是我会很密集的教你。你会有做不完的功课，可是你的确会在很短时间内成长很快，因为会把所有我会的东西交给你。但是还是你要做才行。对啊，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想要走这条路径，这才叫拜师学艺啊。这个师傅的路径是你有兴趣的、想学的，灵魂感觉到召唤的，那这个老师的风格就会很适合你。所以去感受看看。我也很好奇，我之后这一批1年的学生会长什么样子。我也很好奇。但我也要说，的确是，如果你有学过灵气的话，每个老师的教学方式都不一样，所以我的教学方式也会很不同。所以你来我真的是要重新点化、重新学习的。就看你要不要再付出这样子的时间成本啦。没错，所以回来这个脉轮，所以对于脉轮来说呢，你有没有什么很好奇的迷思？就是大家都说要把脉轮打开。很好，我有准备这个问题。怎么样打开？对啊，怎么开啊？而且也有人说脉轮本来就是开的，为什么一定要什么叫做打开？因为如果脉轮没有开的话，就表示你这个人已经死掉了。我来重新说明这个概念是什么。其实脉轮打开意思是有没有启动这个脉轮的意思。对于脉轮要完全开启才会好，这个的确是一个迷思。脉轮其实需要的是平衡，过度的开启脉轮其实也是不好的。我会说脉轮有分3种状态，第一个是不活跃，第二个是平衡，第三个是过度活跃。 OK， 每一个人的脉轮一定都是被启动的，所谓的未被开启就是我的语言所定义的不活跃，可是它一定都是被打开的，不然你真的是数掉的人。薯条了。好，那我们又讲到心轮好了。心轮是我们人体7大能量中心最重要的一个脉轮。那这个脉轮呢，它未被开启、未平衡、未活跃的时候，它的状态就是我感受不到情绪跟爱。所以很多人他对于情感是很麻痹的，很多人对于人类的感觉是很麻痹的。其实这样的人其实就是心轮它比较不活跃。好，心轮过度活跃长什么样子？
就是过嗨，对，我过度的没有边界感吗？没错，我过度的同理别人，我过度的付出，没有边界感，没有界限的时候，就是你的心轮过度活跃的状态。那平衡的状态是如何？就其实像观音菩萨般一样，我有爱，但是我有智慧，我有力量的给予，所以它是一个很知道怎么拿捏的一个形态。OK，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修的脉轮，其实都是让它来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而不是让它过度的如何。或者是过度的不如何 OK， 再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比较理解，我们的太阳轮如果过度活跃会怎么样？太阳轮是行动力，没错，就是一个很有行动力的人，然后他很会往外丢东西出去，可是同时过头他就会变自大，对吧？会变很急嘛？对，然后控制欲会很强。所以很有行动力的人，你可以去观察他，他有时候还没有修过自己的脉轮来到平衡，同样会伴随着控制欲很强，而且也会有一种用高位看着你的那种感觉。但我另外一半应该就是他在听哦他在听哦对，过度活跃那过度不活跃会怎么样？时常内耗，然后一直躺在家里你对就是我所以你们两个都是太阳轮的，他过度活跃，然后你过度不不活跃。对，我们人在关系里面也比较容易去找到自己的镜像关系做配对。真的耶。对啊，我会欣赏你我没有的东西，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我等于变成我很欣赏他一直往外跑啊，或者是两个人都要共同修行，然后去平衡这个状态，它就会变得比较健康。因为一个平衡的太阳轮，它其实就会变成一样伴随着智慧。我今天在往外不断的行动的时候，可是我会适时的回来休息，我也不会想要站在高位去说别人，而是说有些事情是不需要说的。他这里知道，他的思想他的意识知道，可是他不会去行动，这本身就是一种行动了。我看破不说破就是一个智慧啊，对吧？因为你要知道，我想要说是因为我想改变他，我想要控制他，我想要让他知道你还有很多东西要改变，对吧？这本身的这个行为其实是来自于自己的议题。可是我看到了，我没有想要控制他改变他，而是非常清楚知道我身为人类，他身为人类，他的改变是他指导灵的工作，并不是我。所以他做到了一个很好的分离之后呢，他其实自然而然就会知道我看得到，但是我知道我不需要干预。所以你会发现，那这个能力又要需要什么样的能力？心轮是平衡的能力。所以还说是连接在一起的嘛。对啊，所以所有的脉轮又是连接在一起的。我们不需要单一的训练任何一个脉轮，而且未来的小孩脉轮也不是分开的，全部合在一起这样会不会更难平衡？不会，因为肉身的课题已经不是他们需要去解决的了。因为这七脉轮其实是我们肉身的议题，可是未来的孩子他们是水晶光体，就没有这个议题，他们不需要去解决肉身的问题，所以他们也不会生病。那他们不会死掉？我们本来就不会死掉啊。但我知道你说的肉身啦，我在讲的那个版本是我们已经是也在用意识在跟彼此沟通的时候。我们的肉身其实会回到一个舱体休息。好，它又是一个很远的东西，我们之后等到可能2027年高龄应该就会给我更多权限去讲这些东西了。对，我们先来解决2026年的东西。的确未来的孩子们的运行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才很想要生孩子呀。以后生出来孩子其实没那么难带啦，大家都很担心。那你晚一点生好了。可是我可以当阿嬷啊，我必须得要生出下一代的孩子，才有办法再下代的孩子才能出生，对吧？对啊，然后再下代的孩子才能再出生啊。所以我本人是很期待要让这件事情发生的。但是先让宇宙帮我找个优质爸。优质爸比，没错。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要透由不断的试错犯错，然后看见自己，然后才知道原来我有这些议题要去修，然后看见这些议题要修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疗愈自己的脉轮。可是你主动的认识脉轮，你就可以主动的去修这些议题。就像是我的脉轮课程其实都有教每一个人在不同的脉轮当中可以做哪些不同的行动，然后去疗愈它。所以是主动找问题，不是让问题来找你。当然咯。我干嘛要让问题来找我嘞？那种意思就很像是我遇到问题我再来解决。为何要这样？
所以我就可以先从脉轮先找到问题点，没错，然后我先去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了。对，因为脉轮就是你这个人类的运作的基础跟根本。为什么身心灵很多的疗愈工具总是从脉轮先开始讲？就是因为它就是根本啊，你不了解你自己，请问你要疗愈什么？请问能量是什么？能量就会变成一个空的概念了。对吧？有趣的事情是，很多的身心灵工具却没有好好讲脉轮。因为脉轮其实要讲它篇幅是很强大，越基础的东西其实越容易被别人跳过。又加上现在的身心灵的运行模式是1-2天的课程，它不像是一个学分制一样，我可以从基础教到进阶，进阶再教到高阶。非常建议大家，如果你自我觉得你对于脉轮的认知还是停留在不同的脉轮它在掌管什么样的能量，可是你不知道它相对应的解法从食衣住行娱乐，你吃什么，你做什么，你用什么来去解套的话呢，欢迎来上课解套的话呢，你非常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专注在研究这件事情上，会对你的灵性旅程有非常大的帮助。而且呢，地球上也有地球的脉轮哦，大家应该地球有脉轮，地球有脉轮啊，每一个生命体都有脉轮，每一个物质体都有脉轮。你说动物、植物都有脉轮？动物、植物它们的脉轮运作不是这个样子的。之前 Podcast 有讲过，但我可以来跟大家聊聊，地球是有脉轮的，从海底轮到顶轮啊，是不同国家，没错，不同国家、不同地点，你应该知道吧？我们从海底轮的话，其实就是美国雪士大山。哇哦，没错，那边都住着很多地心人，所以这也是这一次，我不确定这个影片出来的时候，美国雪士大山的 retreat 的报名有没有额满？我觉得应该额满了。那等明年。对，但你们可以等明年，因为我在今年8月底的时候会带一批光子，然后去美国雪士大山。没错，因为它就是生命力的发源地，所以我会在那里激发很多他们星体上的 DNA， 然后帮助他们好好的跟地球合作。那先把海底轮顾好之后，其他轮会不会比较好？会平衡。如果真的要我说最需要顾好的脉轮是哪一个，我会说海底轮已经是，它不是说你选择性要顾好的，而是它是接下来2026年以后最基础要顾好的脉轮。也就是说你的经济情况、你的家庭关系、你对于爱自己的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你在健康上面的照顾，你一定那我是不是也要去？走啊！好想去哦！走啊！ OK， 我们可以再来看，今年会去很多很有趣。好，第2脉轮是在秘鲁，秘鲁哦，跟玻利维亚的这个地方，有离很远吗？我们来看一下秘鲁跟玻利维亚，因为我很好奇，既然它脉轮这样，那它不会像我们这样隔很开哦？什么隔很开？它这样是会隔很开吗？就是它2个脉轮，它的脐轮在2个地方。你看，那是因为你在用人类的世界去看它，但其实他们是地心能量层的光网串联。哦，没错，我给你看，他们在隔壁啊。哦，那就可以理解。没错，第3脉轮呢是在澳洲。你今年也会去？我今年也会去，所以很看，我今年会把7脉轮全部走完呢。你会去秘鲁？对啊，我会去秘鲁啊。我去完美国学士大，我就去秘鲁。你是照着去的吧？我也觉得我应该照着去的吧。但对，然后第4脉轮星轮就是英国的星轮小镇，我去年去了。对，然后第5脉轮就是埃及的大金字塔啊，金字塔，我也好想去金字塔。没错，然后第6脉轮第3眼比较不同，它会随着时代的移动。然后对，它会变，它会变。为什么会变？我在之后的课程上会讲。Podcast 的篇幅有限。然后目前是在西欧那一带。然后呢，第7脉轮就是西藏冈仁波齐。你也去了吗？对，我今年也要去，所以我今年会去新去的地方。就是美国秘鲁跟西藏。冈仁波齐峰，它很多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冈仁波齐峰它本身是一个巨大金字塔，它是一个巨大金字塔，所以你进去的人，我现在在讲整个奇迹比跟大家说，你进去这个峰能量场的人，你的时间会被加速。什么样的时间啊？你进去1天等于过3年。那在里面修炼很好耶。非常好啊，所以很多修行者为什么要去冈仁波齐转山？而且冈仁波齐转山的风险很高，每天都有死人，可是还是有很多人要去。它海拔很高，真的哦。对啊，尤其今年马年，很多人都会去冈仁波齐转山，因为马年对藏传佛教他们的文化来说，又是一个特别的一年。你的所有业力都会被加速，所以去的人他会好的更好，坏的更坏。
所以如果你已经有在修行的人去那里，你就会加速你好的因果，所有事情都会。所以不适合你的人会突然跟你分开，不适合你的人际关系都是。那怎么好像每个地方都要去啊？对啊，是不是？所以我先一步一步带自己去，然后再带。所以你之后也会带去冈仁波切吗？我想我其实就很想要带大家去喜马拉雅这一块啊，所以我会带大家去尼泊尔、不丹，下一站就是西藏。期待期待。对呀，所以我自己的灵魂天赋也是要带领大家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慢慢来，一步一步，所以大家都可以上我们的官网看所有的资讯这样子。OK， 好。而2026年呢，有一些高龄想要传递的一些事情也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在2026年，接下来会是一个变动非常剧烈的时空，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是，心轮是现在我们唯一的指挥官。什么意思呢？过去的我们其实是很强调第三眼的开发的，比如说我要通灵，我要有直觉，我要洞察很多很多的东西，没错。但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尤其是今年的重点在于心脑协调，心跟脑，没错，因为心轮是所有脉轮的零点 0 point。那这个零点呢，它可以决定你的能量是否可以在1到12脉轮之间自由的移动。OK， 好，我再好好说一下这是什么样子的概念哦。因为1到7脉轮是肉体的嘛，8到12脉轮是我们跟宇宙之间的连接。那在对于1到7脉轮来说，心轮它其实就是正中心，它是帮助你去平衡上3轮，比如说直觉、神性、智慧，跟下3轮物质、欲望、生存的这2股能量糅合在一起的。所以当你只要处于一个全然的爱与感激的时候，你的脑波就会跟心跳是同步的，你的脑波跟心跳会是一致的。这个时候你就会进入到一个无时间无空间的零点状态，所有的疗愈跟显化就会从这个点发生的。是合一的概念吗？没错，没错。所以多去训练自己的心轮会有很大的帮助。第二个是接下来2026年会有很多的高频能量涌入，包括外星的能量、星际的能量，所以会有很多的太阳风暴也好，或者是我们会有很多的火能量的东西出现等等的。如果你的第一脉轮也就是你的海底轮不稳的话，你会产生极大的焦虑。你说外星人要攻打地球这样吗？不会，而是在变动中你会没有落地感在这个巨大的变动中，你的中轴不稳，就很像是一个地震。你看在一个地震的状态当中摇摇晃晃，什么样的人可以在这个摇晃当中站稳？核心稳的，核心很稳的人，没错。扎根能力就是在掌管这个，你就会不管这个东西外界的巨变在多大，其实你都会知道 it's okay， 我知道要怎么样去解决，我知道要怎么样去我只要站稳就好了，我知道我要如何站稳，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它已经不是选配，它是标配了。好好疗愈自己的根基，然后再来呢，第3个是很多人的脉轮其实正在从单色变成多维采光。其实我在看人的气场的时候啊，真的不是红橙黄绿蓝靛紫，真的哦，是综合的彩色光芒。综合的，你说每一个脉轮都是七彩的，是不是？对啊，脉轮它其实已经渐渐不会是只有一股能量存在了，而是全部都融合在一起。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呢，以前我们的旧的系统，也就是说3维的地球，它必须要很多的分类，我透由分类你，才能让你知道你接下来往哪个方向去前进。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尤其是去年的时候，大家都很想知道自己的指导灵长什么样子，大家都很想知道自己的高我叫什么名字。我们要透过这些很具象化的东西去分类，透过分类我们才好认识嘛。这对于人类过度用脑开发逻辑的人来讲，这是一个最好呈现的方式，最好理解。可是现在的我们其实已经知道说，我为什么要定义我的指导灵？你不觉得我不定义指导灵的时候，我的指导灵就突然多了很多可能性吗？甚至是为什么一个灵魂可以被定义呢？当我们开始有这样子的概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你的多维度的时空旅行即将要被展开了。比如说好，我指导灵是观音，是有没有可能的指导灵也可以是好多好多人？
有没有可能这个妈祖其实不是你认为的妈祖？而且有些人的指导灵是很明确是哪一间庙的指导灵。对啊，很好，你可以透有很知道是哪一间庙的指导灵，所以你心中会有很多安定感嘛。就是好，我今天往后有事我都去那间庙拜拜，类似这种。当你解除这些那间庙的指导灵的能量，其实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的能量。当你解除你的指导灵就是很明确它的时候，无条件的爱就是你的指导灵时，那会不会所有跟无条件的爱有共振的高维度存有都是你的指导灵？所以这个叫做所谓打开多维度时空的一个概念，会在接下来加速的发生。所以当我们抛下更多的标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你根本就不需要任何一个东西去定义，那你就会像多维采光一样，以前就像旧色的灯泡 OK 我这颗灯泡是黄光，它就只能发黄光，可是如果你的灯泡是 LED 呢？而且现在也没有了，你就关再开就会变成白光，然后再关再开就变成红。对呀，自己随心所欲的调整。所以如果你的灯泡是 LED， 你想它是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对呀，所以当你的身体原本就只是一个功能的时候，现在你一个脉轮其实就可以处理多维度的资讯了。但是也会因为这样，在今年的时候大家身体会有蛮大的更新的，会有很多生病的感觉，很多找不到病因的生病，比如说突然的累，突然的怎么样，就像是我在前几天也感觉到什么叫做不疼痛的肠胃炎你知道这里有好多能量在运作，而事实上你也拉不出个成型的屎，可是你身体不会痛，不会那么不舒服。所以就是你知道这些东西真的是越不寻常的能量运作在你肉身的模式也会开始发生。所以如果你有生了一些找不到病因的病的话，你也不用太紧张跟焦虑，但是要看医生，这是绝对是要的但是当你越了解自己的身体的时候，你就越知道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而已。然后再来就是去中心化的灵性，就是不要依赖导师帮你开脉轮，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能量师，透过发自内心的喜悦，其实你就已经平衡瞬间对齐所有的脉轮了。所以你现在就比较不接那个个案的。对啊我现在因为你自己就可以治疗你自己了没错。所以我从去年10月开始不接个案，然后有很多人都觉得好可惜哦，月月我好希望你可以成为我的老师，然后帮助我开导我引导我，但我觉得我现在更想要当一个教学者，就教你怎么去疗愈你自己，你就不用再依赖，你就不用依赖任何人了，不用依赖月月了对，真的不用真的不用我们的每个人能量都可以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我在今年2026年也会在脉轮的课程上面有个很大的升级跟改版，然后也会跟大家讲更多不同对应着现在这个时代需要的资讯跟内容。所以如果你真的对于脉轮想要再更深入了解的话，这一集 Podcast 的确没有办法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但我相信我整理出来的课程内容已经足够完整了。而这一次比较不一样的事情是，我除了开1到7脉轮，我还开8到12脉轮的脉轮进阶课。所以过去有上过我初阶课的学生也很强烈推荐你可以上进阶课，因为进阶课会讲到更多有关于宇宙能量层的使用方式。因为那没有上过初阶可以直接上进阶吗？不行，因为你都不了解你的肉身在干嘛了，你干嘛去了解宇宙星辰呢？对吧？也是你干嘛去了解宇宙脉轮嘞？没必要，先把自己顾好OK。 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过去脉轮它是一个单一频率的收音机，但现在我们已经升级为可以同时接收1000万个频率的光纤网路了。所以如果现在你的身体有出现那种莫名的累，那你要知道其实是你的硬体正在被重新布局。然后呢，2026年最重要的核心生存指南就4个字：以心导行，用心去引导你的行动，不要用大脑去计算钱怎么来，而是问你的心有哪些事情是我做了会真正喜悦，可以帮助到别人，同时还可以获得收入的。当你处在一个喜悦的这个 zero point 的时候，所有的脉轮就会瞬间对齐，这才是新世代显化最快的路径。可是修心是最难的没错，所以主动的修心它真的可以加速所有我们的各种开外挂的能力。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说月月为什么你才刚踏入灵性圈好像没有很久，但是你可以飞跃的这么快速，其实都是来自于这些东西的修炼跟累积，所以也分享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要抽一张卡牌来给聆听这集 Podcast 听众祝福个指引。我好久没抽莱尔了，前几天录 Podcast 的时候，然后就听到莱尔一直在说你已经好久没有抽我了，快抽
很大声，相当的大声。好啦，那他今天一直伸手，他今天想说这里，我要抓我，抓我，抓好，好可爱。好，我好像知道我会抽到什么Liberation 莱尔的牌面真的很漂亮。莱尔是我人生当中第一副神谕卡牌，所以它对我来说是有不同有意义的。对，它就像是有个我的好姐妹一样。 OK，好，我们今天抽到的这张牌叫做 Liberation， 是解放释放的意思。你看哦，你会发现到说上面其实是一只凤凰，火鸟，火红的凤凰，你有看到齁？然后在一个狭窄的青蓝瓶当中挣脱而出，其实这就是对应到我们刚刚讲的能量更新跟脉轮的转化。有点像浴火凤凰，没错，重生了。瓶子它就是容器，而我们人的这个肉身就是我们现在的容器嘛。那这个容器它其实就是承载着很多我们过往所累积的旧有的信念也好，社会的框架，对，或者是很多东西它其实都已经装不下我们这个灵魂的旧身体了。所以我们这个灵魂旧身体它需要像火鸟一样重生出来，代表我们内在觉醒的力量。当这股能量强大到这个肉身跟旧的思维没办法负荷的时候，你就会解放。所以你看这个颜色的对比，蓝色跟火红的橘色，其实就是蓝色它对应的是喉轮，喉轮对应的就是表达跟限制，红橘色它对应的就是海底轮跟脐轮，代表生命力跟创造力。所以它其实就是在跟我们讲说，我们的生命能量要突破限制了，然后要往上喷发。现在的我们就很像是正在挤出这个瓶口的鸟一样，它的瓶口很窄，过程当中可能会觉得好压迫，好痛，好累，可是这都是在帮助你从旧有的状态解放成多维度自由。而且自由又代表着鸟，因为鸟可以飞，鸟是最自由的动物。没错，所以呢，也祝福大家，这张卡牌也是在跟你们讲说，不要再试图把自己塞回这个小小的瓶子里面了。2026年的脉轮修炼，重点不是在于修补旧的自己，而是你要解放那个本来就充满光跟充满不拘束的能量体。OK， 所以也祝福大家在这一年新的2026年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状态体验。OK， 所以呢，你不是一个人玩这场游戏，每个礼拜五晚上8点都会有很多地球玩家跟着你，透过这个频道学习更多的知识，跟着月月脚步一起成长。然后祝福你今天在地球玩得开心，我们下次见咯，大家拜拜，拜拜拜拜拜拜。Hello， 地球玩家的大家，接下来呢，我会跟大家分享秒秒能量疗愈学院在2026年会有什么样子，分别国内跟国外的课程、活动、工作坊，还有大家最期待的导师培训课程会用什么样的模式跟大家见面，我们会安排在什么时候，一一跟大家分享。首先呢，我们4月跟8月还有9月分别尼泊尔颂钵旅修团还有美国的雪士达川的旅修团目前已经全数满团，可是没有报名到的光子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在今年年底还会分别开2场的海外旅修，会是在12月初，我跟妮娜会在清迈带领大家7天的旅修，在12月底的时候还有一趟巴厘岛的跨年旅修团，这次我会带大家到巴厘岛跨年。那这个活动资讯呢，会是在年中的时候才会开放大家报名，所以大家都可以随时关注官网上面的消息，还有我们的限时动态发布。在今年我只会有2场在台湾开课的时间，第一个是5月份，第二个是11月份。那首先5月份5月1号到5月2号我们会在台中举办与高我连结2阶式的深度实践课，5月3号在台北举办女性力量工作坊，5月9号跟5月10号会回到台中展开7脉轮的课程。这2个课程分别有初阶跟进阶，它是完全可以分开报名的。如果想要更了解这个报名的资讯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到官网上面看，都有详细的介绍。5月11跟12号会在台北带来金钱丰盛灵气课，在5月16到17号我们会举办2天1夜的灵魂游乐场，带领大家一起到宜兰的那山那谷，我们会带领大家进到山谷跟溪流进行水火之间的能量仪式跟疗愈。那这些课程目前呢已经可以在官网上面报名了，所以大家都可以移步到官网上面详细看更多的资讯。那接下来最重要的是1整年的陪跑疗愈师培训计划，分别会结合臼井灵气的课程、
时间呢会是一整年，但是主要的实体课会是在5月23到24、7月4号、5号、8月8号、9号。那因为这是一个很庞大的课程，有兴趣的人都可以观看更多的细节。那5月的行程很丰盛，也是因为接下来要进入到6月，而我也即将要飞往海外跟当地的朋友见面了。那新加坡的光子们在6月3号我会举办颂钵音疗实验室，6月4号到5号是与高我连结的进阶跟初阶的工作坊，6月6号到6月7号是金钱丰盛灵气课。我希望可以尽可能的在我待在那里的1周时间，把所有的课程都可以带到当地的你们。那结束后我会飞往澳洲，6月12到13号在墨尔本有与高我连结的课程，6月14是重启神经系统工作坊，6月18到19我会在雪梨开设7脉轮的初进阶课程，6月20到21号同样在雪梨有金钱丰盛灵气课，最后27到28号我们会在黄金海岸举办一个女性力量的2天1夜工作坊，6月26号我们会在布里斯本的海岸边预定一个餐厅，让大家一起聚会聊天吃饭，来聊聊彼此在身心路上的成长，跟在澳洲带着你们有什么样子的感受跟心得，会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小小聚会。那详细的报名资讯跟完整的行程我们都已经整理在这一集节目的资讯栏里面了，欢迎点进去看，期待可以在今年的某一站跟你相遇，我们一起把能量带回我们的生活，也把自己带回自己，升级你的意识。地球只是一场游戏，我们一起成为一个超级玩家跟 NPC 吧。大家我们之后见。